和白鹰之王的和谈失败，绿之王正式决定12月24平安夜，他们将竭尽全力夺取德累斯顿石板。目前石板被保存在玉柱塔中，黄金之王死后，无人压制的石板会发挥出它原本的力量。刘不认为年轻气盛的青之王有能够压制石板的力量，所以才在之前占领玉柱塔的行动中没有抢夺石板。本来想要坐等市长后空自解，但没想到对方比他预想的更加努力。赤之王觉醒，白鹰之王回归，事情开始朝着对他们不利的方向发展，他们必须要采取行动了。难得见刘如此郑重的开会商讨。盘州、五条和子虽然表面上各干各的，心不在焉，但其实各自心中都已经按耐不住了。绿之王的进攻在即，小白召集赤青两族召开全员会议商讨对策。一旦绿之氏族得到石板，黄金之王和青之王努力想要维持的世界秩序将在一夕之间崩塌，因为对方的目的是想用石板解放全人类。出云提出异议，他们两族并不否认小白为王的资格，而是对于小白是否有主持这场战斗的能力质疑。至于小白给出的理由也很简单，因为在座所有人中，他对绿之王的情况最为了解，因为对方曾经单枪匹马挑战过黄金之王，而黄金之王生前将当时的视频资料交给了他，并详细讲述了当时的情况。虽然绿之王在那场战斗中战败了，但是他曾经和最强之王打出了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，而且在进行了那场堪称以下犯上的挑战之后，非常兴奋地说自己已经挑战过大 boss。从黄金之王手中逃脱之后，绿之王消失在了明面上，并且一直没有行动。但如今黄金之王去世，绿盟势力死灰复燃，最了解绿之王的人就成了小白。虽然对方非常强大，却并非不可打败。对绿之氏族的战斗关键并不在绿之王身上，而是他的2名得力干部五条和子，所以他们首要目的是让对方无法行动。作战计划讲解完毕，安娜痛快地决定带领赤盟参战，反而是市长变得愈发让人捉摸不清想法。或许是因为一直独自压制着石板的力量消耗巨大，处事谨慎也能够理解。若不以王之力压制石板，人类就会无限进化。原本属于黄金之王的工作被市长接手，他们都应该感谢他才对。平安夜，赤青白银三方集结玉柱塔，很快等来绿盟的先锋队五条和子。守在1楼的青芒立刻严阵以待，大门被2刀切开，产生巨大爆炸，战争打响了。1楼指这个青芒这一点让小黑有点不放心，但这也是小白的计划之一。进行迎击的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妨碍为绿之王打头阵的2人，对方的目的是削减他们的战力，那他就偏偏反其道而行之。绿之王的确接近于最强，如果对方使出全力，就算白银赤青3王联手都可能不是对手，他甚至能独自打倒这栋楼里的所有人，但是他能使用这股力量的时间不长，所以他们要做的就是拖住敌人。他关这口势力，让他时机一到就撤退，势力也确实是这么做的。五条打得有点上头，还好子记得他们的任务，他们要为了只能现实战斗的王打开眼前的通道，所以不能在这里浪费时间。安娜给每人发了一颗玻璃珠用来通讯，这让他们的计划不会被对方窃听。五条和子势如破竹的冲向10楼，掌握了整个玉柱塔安保系统的福剑，开启大楼防御机关。然而对方的实力太过蛮横，一切的障碍和机关在他们面前就像是纸糊的一样不堪一击。不过他们也不指望机关能够对2人造成伤害，真正的目的不是抵抗和阻拦，而是诱导2人隔开后逐个击破。本来原定计划是五条交给楼上等候的赤盟，子则交由白银对付，没想到半途出了岔子，子径直冲到了赤盟那边。子和五条由包括王在内的氏族成员全力镇压，绿之王则交给3王进行总攻。小黑有些自责，如果他能变得更强，至少和子不相上下的话，小白战斗起来就会更加轻松。小白安慰小黑，他不认为小黑比不上子，他当时之所以会输，是因为无法使用白银氏族的力量。如果小黑能真正发挥出应有的力量，就会变得更强。察觉到有人在靠近，小黑立刻严阵以待。这没想到破墙而入的不是子，而是五条，打不过师兄还打不过个小孩。可怜小正太和小黑和猫联手一顿胖揍，气得还在大骂卑鄙的成年人。但赤盟那边就有点惨了，只能边打边退进行游击战。虽然先锋没有完全通关，但绿之王比水流已经按耐不住来到现场。他从轮椅上起身，浑身的束缚尽数崩开，头发紧跟着变成白色，化作一道绿色的流光，消失在了黑暗中。绿盟的入侵进度大约70%，联盟这边的拖延作战已经快到极限了。子和五条的行动相当单纯且蛮横，说明对方对自己的实力相当自信。子逐渐厌倦了这种他追他逃一路拆陷阱的无聊战斗，他想要来点更激烈的战斗，于是如他所愿，破开最后一扇门，出现在面前的正是赤盟的全部成员，身后青盟的人也围了上来。第2阶段计划，所有战力集中在75层，将绿盟成员逐个击破。目前一切都还在计划之中，而就在此时，机器检测到大量的威斯曼偏差值，绿之王登场了。楼下负责照顾刘的盘州先生不禁感慨，与黄金之王一战的9年后，他们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暗无天日的生活，而如今强者陨落，这个世界上再也没人能阻止火力全开的绿之王。爆炸与震动不断传来，大家都明白是绿之王来了。子不禁感到可惜，游戏刚到高潮部分就已经
经要结束。当然，他说的结束时，他的出场已经结束了。随着紫的一刀，地面轰然塌陷，被耍得团团转的五条要赌上性命和小黑一决胜负。然而还没等双方开干，紫先一步降落在两人面前，王已登场，他们该撤退了。先锋撤退，第3阶段计划开启，福建关闭玉柱内所有情报及其能源系统，孤立绿之王之后，他们的一切通讯都靠安娜的感应能力联系，层层封锁降下，紫和五条开辟的道路全都白搭。当然，这些微不足道的道路无法困住王权者，但每过一道关卡，都会确确实实的夺走他有限的时间和体力，突破数百道高墙和2位王权者的封锁，最后才能到达市长所在的石板之间。绿色的流光势如破竹，冲破层层封锁，一路直达顶楼，所到之处皆是一片废墟。对方完全不打算保留实力，这样下去完全打不了持久战。也就是说，拦在前方的安娜可能有危险。出云指挥着赤盟确定作战计划，小白负责防御，安娜负责攻击。他们所有人都是佯攻和支援，尤其是巴田绝对不能冲得太前。费五罗成员之间的深刻羁绊，让他们即使在非常时期也能团结一致。巴田有些不满市长的行为，让安娜在前线战斗，自己却在楼上摆架子。虽然知道这是作战的一环，集中所有人消耗绿之王的力量，即使小白和安娜抵挡不住，留守的市长能将对方拦下。当然，巴田并不是对作战计划有什么异议，而是对市长的态度。跟随这种让人看不透真心的王，真的没问题吗？眼见在场的亲盟都心情沉郁，出云敲着巴田的脑袋，让他闭嘴。楼层突然开始剧烈的摇晃，安娜让大家退后，赤红之力包围全身。绿之王冲破封锁，扔开安娜，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冲开人群，一路向前。赤红一跃展开，安娜起身追上绿之王，2位王者在玉柱塔之间展开追逐，铺天盖地的火焰拦下了绿之王前进的脚步。虽然安娜觉醒时日尚短，但王的力量已经能运用自如。两人经过短暂的交谈，发现意见不合，只有用武力分出胜负了。比水流胸口闪耀着一团耀眼的绿光，如同咆哮雷之野兽冲向安娜。绿色和红色在楼层之间交替闪烁，2把达摩克里斯之剑也在空中不断碰撞。比水流摄取回弹力量，将安娜击退，成功冲入石板之间。然而市长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，天狼星一刀将比水流连楼顶贯穿，时效已过，力量耗尽，虚弱的绿之王只差临门一脚，最终倒在了石板之上。市长的剑直指动弹不得的比水流，毫无理智，毫无秩序，随心所欲的大闹一场，简直就像野兽一样。刘反驳了他的说法，人类都是野兽，世人不过是不同形态的生物。比如说身为他的同胞的猫儿，他们并不为人的规则所束缚，这一自由的精神正是人类持有的可能性，而他就是最接近理想之人。比水流并不是想要接手石板的管理权，身为可能性源头的石板不应该被管理，而是被解放，让石板的能力扩散至世界，让拥有力量的人肆意挥洒自己的力量。不过这话从用尽力量动弹不得的人嘴里说出，实在没有什么说服力。他在多年前的家具都事件中失去了心脏，生命和运动全靠胸口的能量维持。如果失去能量，他就会变成一具死尸，根本没有资格和市长争夺石板的所有权。然而比水流自信一笑，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靠自己的力量抢走石板，他真正的王牌会踩着他开拓出的道路而来。整座玉柱塔突然被浓重的雾气所笼罩，一个人影从出云身边经过，任凭出云怎么攻击都不能伤他分毫。福建检测出王权者级别的圣地现象，第5把达摩克里斯之剑跟着浮现，市长挥开雾气，出现在他身后的正是绿盟干部盘州，或者说是曾经在家具都事件中被判定死亡的第6王权者辉之王凤圣无。